我是云飞。大家都在说，如果你不知道买啥，那就选小米。那么小米的冰箱能不能买呢？此前我家的冰箱，我就在想着能不能智能控制之类的。现在的家电，说实话，我个人都比较在意能不能直接连米家。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看看小米的冰箱有啥不一样的。咱这款是米家冰箱 Pro 双系统法式513升，你别说，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么大的冰箱。这个是小米送测的，那么两手掌，我们一起来瞧一它吧。这款冰箱是最近上新的一款，小米之前是有一款508升的屏嵌法式，它卖的很不错，但那个价格的话是4700多，而这款是便宜了将近1000，到手是3700多，国补之后价格更是只要2999，真的别人就不活了就。容量更大，价格更便宜，主要的区别应该是面板和屏嵌。513升的它是钢板，而508升的是钢化玻璃。那这么看的话，这款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。那么在外观上，我们这款它都是灰色的钢板，也就意味着冰箱贴可以在门的两边和侧边都可以贴，但表面的这个质感就没有玻璃面板来的那么高级。不过看冲击力，它会更强一点。它的大小尺寸我也直接标注给你们，它的宽是852毫米，深是600毫米，高是1912毫米，是真的大。自重是99千克，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嵌入式安装，它是不支持的。米系的应该是只有这些是支持嵌入式安装，那个需要特殊的结构。咱这款冰箱是双门双柜设计，上面是对开门的这个冷藏区，下面是2个独立的大抽屉冷冻区，这样的结构都是比较常规的设计啦。常用的冷藏区在上方，日常拿取饮料、蔬菜、水果都是比较的方便，尤其是做饭的时候，一开两扇大门找东西就特别的方便。冷藏区的右下角是变温空间，它可以在-1度到5度之间调节，和冷藏区的其他位置它不一样啊，就是可以适应不同食材所需的不同温度，还真是细致。我从来没有想过冰箱还需要这个功能，挺好的。双门的细节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是有这种磁吸旋转的密封条的一个设计。然后如果你和我一样整了这么多饮料，那么你一定会涉及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更换隔板的一个位置。但这个需要注意一下，我们看到右侧的这个提示，它是需要按步骤更换的。直接抽拉它是没有办法拉出来的，它这个设计我觉得有点学习的成本，我没有见过这个啊，我一开始是真不知道咋拉开，换这个就换了大概有10来分钟。然后双抽屉的冷冻区它也有挺多门的，我还没有这么多东西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官方的这个图，而且从图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除了常见的柜体，它里面还有内置的滑动托盘。讲真，我之前也没有见过。这个里面就可以放包好的饺子、馄饨，下面也可以放披萨啥的。而下方的2个柜体就可以放冰淇淋或者一些其他的冷冻食材。再就是它的双系统，它的冷藏和冷冻区域它是有独立的蒸发器和分机，互不干扰，避免味道混合。它的冷藏室是使用正负离子除菌技术，而冷冻室是配备了银离子抗菌功能，所以它的除菌率是达到了99.999%，存放食材会更放心一点。那么它的容量，上面的这个冷藏室它是有301升的空间，下面的冷冻室它是有183升，变温室它是有29升的空间，容量是大大的。然后它的制冷方式是分冷，也就是说不会出现结霜这个现象。冷藏区也有果蔬储存延长的功能，就是可以保证里面的这个湿度和温度，锁住果蔬的一个水分，这个功能也蛮不错的。那么以上的功能可能别的冰箱它也有，那么小米有啥别的优势吗？有的。传统的冰箱一般是门面板控制，说实在的我几乎没有用过，而小米的除了可以在门面板控制，它还记录了米家。我们在米家 APP 里面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功能，比如冰箱的模式有智能、速冷、速冻，当然我们也可以一目了然看到当前冰箱各个区域的温度情况，这个还是挺不错的。而它的下面也可以直接使用手动控制对应的温度，冷藏室的温度是2到8度，冷冻室的温度是-24到-16度。变温室的温度是-1度到5度，而且也可以设置对应的智能场景。不过就是它的智能联动条件，它只有一个门长时间没关，这个也有必要提一下。它的门长时间没关的话，它是会一直的提示，就是一直在滴滴滴。虽然这个功能是比较普及的，但是还是要提一嘴，我工作室的这个小冰箱就遇到过门虚液，然后第2天发现完全没有制冷的一个情况。这个提醒的功能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下面我来补充一些细节，然后开始大家比较关心的实际测试。它是1级能耗，日常用电的话大概是1度左右，换算下来1年也就200块左右。OK， 我们可以看到它今天的一个用电信息是0.8度，然后当前的功率是61瓦，它有的时候是很低的功率运行的。你看它现在有73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今天是从凌晨到现在的11点是0.8度，所以它如果是按我们这种容量的话，应该是一天应该是2度电左右。
正常工作的话，噪音几乎是听不到。官方数据是35 dB。然后上面我不是提到了它的隔板是没有办法直接抽出的嘛？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开门角度，最大是可以开到120度。只开右侧门的话是没有办法拉出温变箱里面的食物的。开左侧门是可以拉出左侧的箱体。 不需要开合到最大，即可以把2个箱体都拉开。然后冰箱的照明是在最顶部，灯光是比较柔和，就基本上就一个灯就可以照亮冷藏室的全部，这还是挺好的。而它冷冻室是没有照明的，但上面一打开的话，下面也可以照到一部分。冰箱隔板的承重它倒没有明确的标注，但我安排的都是饮料，看这个架势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这个不需要操心。而另一个点是，冰箱门的2侧是有多个饮料架，可以拆卸，但是不能调节高度。下面的冷藏区域比较重要的就是滑轨，滑轨的最大承重它是50千克，应对大家的食材应该是绰绰有余了。然后值得注意的一个点是，最下方的这个抽屉的抽拉力度是比较的高，要很用力才能可以拉开。这个顺滑程度还是可以的，然后还意外的发现下面的柜体有磁吸，这样在闭合度方面肯定是有保障的。不用那么大力气，就直接很轻松就可以搞定。然后下面的话是要用一点力气。然后它这个柜体下面应该是有磁吸的，看，放到这儿，然后放到这儿。 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这边。 目前我用的时间还不是很长，也就是放了一些最近采购的饮料和冰淇淋。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挺强的。总的来说，这台米家冰箱 Pro 双系统法式513升，最大的亮点就是大容量、双系统、米奇生态，价格便宜。 同价位你很难找到这么全能、这么省心的配置，你还真别说，如果你真不知道选啥冰箱，选它还是真的可以。价格一样的话，没它配置高；配置一样的话，价格比它高。抛开米家生态，其实也有不错的性价比。当然，我个人认为也还是有缺点的，比如说米家只有那几个功能，没啥强一点的功能，有点低于预期。然后隔板那个是真不太舒服，学习起来成本也高，希望后面可以优化优化。我用米家这款冰箱的时间不长，尽量全面的给大家分享，肯定也有不到位的地方，大家购买的用户也可以多多补充留言，这可以帮助我们的视频更加的完善。有啥问题也可以直接问，我看到都会尽量的解答。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了解小米的这款法式冰箱，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款产品。最后，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，也欢迎留言。我是云飞，那么记得点赞、收藏啊，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